6250米，四川第2高峰。斯古拉神山如白色利刃，切割大地。以东是孕育生机的四川盆地，以西是世界无际的青藏高原。蜀道难，难于上青天。又出什么交通事故了？惊心动魄，我看不见，啥也没有。这里是阿坝州的腹地，横断山脉的末梢。这里是最极致、最野性的画廊。阳光，哇，这太美了，就是很狂野。停车，停！能见度5到10米。从成都出发，落差3000米海拔，只为一睹最迷人的秋景，最野性的川西。这个沟里面的光影特别漂亮，特别漂亮。因为这个现在的太阳非常棒。对，我觉得今天晚上有希望看到一些，哪怕不是日照金山吧，我觉得有可能。哎，花儿。眼前是个非常嘚瑟的男人，就是我。但你们肯定不会相信，就在半小时前，我们经历了一场恶劣天气，甚至寸步难行，完全被大雾笼罩。然后我们开着，玻璃上突然就完全起雾了，我还没来得及除雾。等到除雾的时候，已经整个玻璃全部是雾，完全看不见前面是什么。然后我现在除完雾，就这种情况，我们的能见度也仅只有10米左右。就这样，我们在大雾中行驶了约1个小时，直到我们穿越了眼前这条隧道。我们真的难以相信，仅仅是一山之隔，竟仿佛穿越到了另一个世界。这种感觉太奇妙了。直到后来我才知道，我们刚刚经过的是巴朗山隧道。当地人了解他的脾气，还编了好些个打油诗，其中有一句：巴朗山，巴朗山，一天有4季，10里不通天。但或许正因为这10里不通天的属性，导致我们在猫鼻梁观景台并没有看到四姑娘山的全貌。但我觉得我们的运气已经够好了，不是吗？唉，这个到景区天都黑了，这还是照啥景啊？好的，大家，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双桥沟景区啊。因为藏民的车是，因为我们自己的车租的车是进不来的，所以我们换上了藏民的车来到这个地方。但是，交接啊、停车啊等等，就耽误了特别多的时间。现在天已经沉了，后面景色看有雪山，有小溪，非常漂亮。有牛，然后呢，有头牛在散步。然后呢，我们只能说给大家呈现最后的蓝调时刻。蚊子正在拍摄这个蓝调时刻，那么给大家展示一下吧，走。我现在我感觉已经完全看不见了。我把无人机收回来，我们就撤吧。你看这天，有星星，真有星星，但是呢，就是云太多了，啥也看不见，就是若隐若现的星星。还能看得到。走吧，我让它自动返航，然后我们去吃个饭吧。走吧。我在想，哎，这个云本来是这么厚，肯定是拍不到星空了，但还是拍到了，还算蛮意外的。那星星藏在云朵之后，云并不是很厚的一层，完全给它堵住。
就给大家欣赏一下我们相框里的星空吧。走吧，我们今天还有一整天的双桥沟的行程要走。哎，还是大体力活。出发。人参果瓶3件，哎呦！清晨，整个山谷被薄雾笼罩，室外温度也仅仅只有零下6、7度。但你要相信，在川西，只要能被阳光照射到的地方，是绝对的热烈。这似乎是高原上的共同现象。当我们的身体在暖意和冰雾中游走时，总会有一种强烈的冷暖对比，而与之带来的巨大反差感，依然挺奇妙的。别拍了，前面还有好看的。这边有一个白塔，特别出片，因为现在是秋天嘛。这种树林就有各种颜色，有黄色，有深橙色，也有深绿色。这人果坪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适合简单的徒个步，因为这边有比较湍急的溪流，有很大片的草原，还有很多原生态的像树林啊，还是很不错的。不过我们还是要去双桥沟的很多别的景点。现在拍完无人机之后，心情也好了。因为蓝天白云很热烈。告别了人参果坪，我们选择搭乘景交车深入双桥沟的腹地。这双桥沟的景点就是景交车可以涵盖，它是一站一站的把你放在这边，然后你就在这边拍摄徒步。给大家看看现在周围的彩林，非常漂亮。当我们抵达红山岭时，整个站点已经充满游客了。但我仍然想将红山岭推荐给大家，因为我认为这是整个景区航拍最出片的地方。冰川切割的峡谷，绕着云雾的雪山，还有漫山遍野的彩云。如果天气好，我真的难以相信，这个地方到底有多美。我们现在要去那个朱嘎纳措，现在这些行人应该也都是朝着朱嘎纳措走的，然后四面的风景是这样的，很漂亮。越往里走，这个水越来越清了。像这个地方，这条小溪，这个水基本上是属于清透的。我一直说川西的景是特别野的，你看这些树，怎么说呢？非常的原生态啊！这个地方有各种各样的树，它们应该是靠着自己的生命力在这边生根发芽。老潘现在在拿长曝光在拍雪山的倒影，现在雨下的还是有点大的，但现在时间已经挺紧张了。老范，快！时间差不多了。照片特别好看，感觉像神仙仙境一样。虽然说天气不太好，但是照片拍出来是整个很梦幻的感觉。你看一下，这是朱嘎纳措，一个需要简单徒步才能到达的地点，因此这里的游客相对较少。那天我们环湖徒步了一圈，也拍了不少照片，但天气一直不算好。我知道只要雨过天晴，朱
嘎达索就会是一颗嵌在彩铃和雪山之间的蓝宝石。不过没关系，也许